台湾区运的圣火船队是在今天凌晨返回到南方澳的渔港，而结束长达21个小时艰辛的钓鱼台圣火行。以下就是台视采访团从空中和海面做的立体调查报道。经过了8个小时的航程，圣火船上滨1号在凌晨1点58分缓缓地驶回了南方澳渔港。圣火团的成员一一上岸。负责这一次区运圣火传递工作的高雄市长吴敦义在岸上迎接，频频说辛苦了。圣火团成员脸上的倦容和蹒跚的步伐，似乎已经生动地说明了他们历经的这一场身心俱疲的煎熬。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过程。在昨天下午1点55分，当我们的圣火船队驶往离钓鱼台6海里左右的地方，日方的5艘巡防舰和7艘巡逻艇赫然地出现在眼前。5艘巡防舰以依次的队形排开，7艘巡逻艇穿梭包夹我们的圣火船，空中更有一架贝尔212型的通用直升机和一架白色的喷射引擎侦察机。现在您在画面上看到的两边机门全开的直升机，是国内3家电视台前往采访的直升机。在2点钟左右，日本巡逻艇 PC-212在包抄我国圣火船的时候发生了碰撞，这是台视新闻拍摄到2船碰撞的画面。船只碰撞之后，我方人员和日本海上保安厅人员在甲板上对话。我们说了2句，这是中国的领土，他们也强硬地回了2句，这是日本的领土。我们的圣火船几度想要突围，但是都遭到了日本巡逻艇的包夹而未能如愿。双方在海上僵持了3个小时。圣火船上传来了渔业电台要求圣火船回航的指示。渔业电台说，本台依国防部指示。国大代表杨锡雄回话说，我了解，但邓来提。国防部指示，我了解。好的，圣火船在我国的祭司舰牟兴舰帮忙加完油后加速折返，回航的途中，船上人员都显得相当的沮丧。军舰在哪里？飞机又在哪里？我们的国军也没有办法以应有的作为来完成保护我们这一次的任务顺利达成实在说大家都应该检讨。我们圣火船上的20名人员随后打起了精神，高举国旗和点燃的圣火，高唱中华民国颂。夕阳余晖映在大伙儿通红的脸庞上，模糊的视线已经让大家分不清彼此脸上滑落的是汗水、海水还是泪水。今天清晨1点58分，圣火船队回到了宜兰，结束了21个小时的钓鱼台圣火行。